国委员兼外长秦刚周二会见特斯拉首席执行官马斯克时表示，发展好中美关系需要把准方向盘，及时踩刹车，避免危险驾驶，善于踩油门，推进互利合作。然而，日本政府联手美国构筑小院高墙，对华技术封锁，打压遏制中国的意图明显。对此，中国商务部长王文涛当面与日本经济产业大臣西村康稔严正交涉。 秦刚表示，中国式现代化将创造前所未有的增长潜力和市场需求。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前景广阔，中国将继续坚定不移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，致力于为包括特斯拉公司在内的各国企业打造更好的市场化、法治化、国际化营商环境。中国的发展是世界的机遇。 一个健康、稳定、建设性的中美关系，既有利于中美两国，也有利于世界。 拿特斯拉汽车来比喻，发展好中美关系需要把准方向盘，沿着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相互尊重、和平共处、合作共赢的正确方向前进，及时踩刹车，避免危险驾驶，善于踩油门，推进互利合作。 马斯克表示，中国人民勤奋、智慧，中国发展成就理所当然，美中利益交融，如同连体婴儿，彼此密不可分。特斯拉公司反对脱钩断链，愿继续拓展在华业务，共享中国发展机遇。在马斯克访华前，特斯拉已宣布加码在华投资。 今年4月，特斯拉称将在上海新建储能超级工厂。马斯克此次乘坐私人飞机访华的第2站，预料将是上海。这座布局未来赛道的工厂将生产超大型商用储能电池。初期规划年产商用储能电池可达1万台，储能规模近40亿瓦时，产品覆盖全球市场。 这是马斯克时隔3年来首次访问中国。中国是特斯拉仅次于美国的第2大市场，其上海工厂是这家电动汽车制造商最大的生产中心。马斯克还有一个身份是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首席执行官。他于30号在微博表示，中国的航天工程计划比大多数人意识到的更加超前。马斯克等美国有识之士希望促进中美经济交流，然而美国也有一些人还在搞脱钩断链。 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和日本经济产业大臣西村康稔26号在底特律举行会晤。会后发表的联合声明提出了先进芯片制造合作的路线图，重申需在高科技领域和供应链上密切合作。此外，美国启动的印太经济框架是其在科技领域小院高墙在亚太的延伸。 14个国家代表参加的印太经济框架部长级会议，27号在供应链领域达成一项协议，加强芯片、关键矿物等基本材料的供应链，以减少这些国家对中国的依赖。对于美日半导体合作，外交部发言人毛宁29号表示：“我们一贯认为，国与国之间的合作不应该针对第三方，我们也反对搞小圈子，反对搞歧视性、排他性的合作。” 我们更认为不应该为了维护霸权或者是私利就损害其他国家的利益。中方也将密切地关注有关动向，坚决维护自身利益。值得注意的是，日本正积极重建半导体产业链。日本首相岸田文雄18号会见海外多家半导体制造商的高管，呼吁他们在日本开展产业协作。分析认为，美国不具备单独打造产业链的能力，因此具备一定半导体制造基础的日本获得了更多参与 半导体产业链的机会，日本希望重现日本半导体产业昔日的荣光，只不过这个目标能否实现，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。近几十年，日本在这个高科技这个研发领域的投资是不足的，日本很多相关的产业实际上已经转出去了，包括特别是半导体啊、化工材料这类的产业，大部分是转出去了，其中一部分是转移到中国。 即便它已经转移出去，但是它从制造能力上看的话，制造这个恢复制造的这个雄心上看的话，还是很强的。好，希望你马上来连线特约评论员陈斌。陈先生你好，针对美日半导体合作，中国外交部和商务部均作出严正交涉。美日半导体合作究竟给中国带来哪些危害呢？主持人好。 美日半导体合作呢有3方面的特点，每一个方面对中国经济的发展都会带来较大的危害。特别呢是日本对华半导体的限制尤其恶劣，力度远超美国，因此呢引起了中方的强烈不满，敦促日本纠正错误做法，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。首先呢，日本对华半导体限制超过了任何一个国家，
今年1月，日本加入到美国对华芯片出口管制行列，限制向中国供应最先进的芯片制造设备。3月份呢，日本政府宣布限制23种半导体制造技术和设备的出口。现在呢是公布了具体的限制措施，其中呢就包含了中低端的半导体技术，还将成熟的技术也列入了出口管制之中。受限的日本企业呢有10多家，将影响中国对关键芯片的生产，可能广泛波及到中国汽车、洗衣机等产品。西方媒体说呀，日本的这一行动对中国制造业来说带来的影响，可能要比美国此前的措施更加猛烈，将扼杀中国未来发展先进半导体芯片新制程的可能，很可能呢止步于14纳米制程。其次呢，美日半导体合作可能引发破窗效应，进而促使美国的其他盟友对中国发难。日本对华半导体出口限制措施比美国更严厉，很可能呢促使这个韩国、荷兰和中国台湾等地啊进一步的配合美国战略，跟进美国所谓有岸外包政策，大幅的减少对中国市场的芯片技术和设备供应。这将对中国独立自主的进行半导体制造和开发带来很大的困难。美日荷韩4国加上中国台湾主导着半导体产业链，减少对中国市场的供应，可能呢会付出高昂的代价。在此呀，美国的长臂管辖很可能从半导体领域扩大到其他领域。美日经贸官员呢在提出半导体合作的线路图以后，进一步的承诺将加强在人工智能、生物技术和量子电脑等技术方面的合作，以推动双边经济安全合作，致力于对中国去风险化。这种带有启示性、排他性的小圈子合作，会不会像病毒一样扩散到其他技术和产业领域，是值得观察的。好，谢谢陈斌先生在线和我们分享您的观点，谢谢。